李若男3年前与老公张浩结婚时，主动提出让他入赘，毕竟他家条件不错，而张浩家境一般，这样的安排对双方都好。可如今李若男婆婆居然要求她拿出100万给小叔子买婚房，更让她气愤的是，老公张浩竟然站在婆婆那边。李若男冷笑一声，缓缓开口：“张浩可是上门女婿，这个家姓李不姓张。”婆婆和张浩的脸色瞬间就变了。大家好，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，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。李若男坐在办公室里，眉头微锁地盯着电脑屏幕。作为公司高管，他刚刚处理完一堆复杂的报表，现在正打算整理小叔子张强的婚礼随礼事宜。若男，这个季度的业绩报告已经整理好了。助理敲门进来，将一叠文件放在他桌上。谢谢。李若男点点头，视线没有离开电脑屏幕。下班回到家，李若男见张浩已经回来了，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。老公，我在想小叔子的婚礼礼金的事。李若男放下包，坐到张浩身边。我们都是一家人，随个大红包吧，2万怎么样？张浩听到这话，神情微微有些变化，目光游离不定，没有立刻回答。怎么了？李若男察觉到异样，2万少了。不是。张浩支支吾吾。其实小强他女朋友家要求买婚房，至少100万首付。李若男皱眉，这关我们什么事？张浩摆弄着遥控器，声音越来越低。我爸妈没那么多钱，我想，你想我们借钱给他？李若男直接问道。张浩点点头，脸上露出为难的表情。能借多少？李若男沉默了片刻，看着丈夫期待的眼神，心里有些不舒服。结婚3年，他和张浩感情一直不错，但涉及到钱的问题，总感觉有些别扭。我手上的钱大部分都做了投资，流动资金不多，最多借他20万，没有更多了。李若男最终说道。张浩的表情明显失望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那就20万吧。晚饭时，两人都很沉默。李若男注意到张浩频繁看手机，好像在发消息，在跟谁聊天。他随口问道：“没谁，公司的事。”张浩迅速收起手机，表情有些躲闪。李若男没再追问，但心里却升起一丝不安。他想起这3年来，自己对张家可以说是无微不至，每逢过节都会给公婆准备礼物。小叔子张强上次创业失败，他还主动借了10万元，至今没有归还。而今天张浩的反应却让他感到陌生。老公，你觉得20万少吗？李若男直视着张浩的眼睛。没有，够了。张浩迅速回答，但眼神却飘向了别处。我妈明天可能会过来，她说想看看我们。李若男点点头，心中的不安更甚。夜里，他躺在床上，听着张浩均匀的呼吸声，却怎么也睡不着。第2天一早，门铃准时响起。李若男刚把早餐摆上桌，张浩的母亲李玉珍就迈着沉重的步伐走了进来。妈，您来了。张浩立刻起身迎接。李玉珍微微点头，目光在客厅里扫视一圈，仿佛在审视这个家。妈，来吃早饭吧。李若男招呼道，顺手给婆婆盛了一碗粥。3人围坐在餐桌前，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诡异的沉默。李若男能感觉到婆婆的视线时不时落在自己身上，带着某种审视和期待。若男啊，李玉珍终于开口，声音里带着刻意的亲热。听说你在公司又升职了，现在1个月赚多少啊？李若男礼貌地笑了笑。
还行，公司最近业务拓展的不错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李玉珍点点头，放下筷子。忽然话锋一转，小强要结婚了，他女朋友家要求买房子，首付至少要100万。李若男心里一沉，已经猜到了婆婆接下来要说什么。妈，我和若男商量过了，我们可以借20万给小强。张浩抢先说道。李玉珍的脸色立刻变了。20万？20万能干什么？他转向李若男，语气强硬起来。若男，你是我们张家的儿媳妇，应该为这个家出力。你现在是高管，拿出100万帮小强买房子，这不算什么吧？餐桌上瞬间安静下来。李若男感到一股怒气从心底涌起，但他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。妈，我很理解您的心情，但100万不是小数目。我和张浩结婚3年，从来没有亏待过张家。小叔子上次创业，我们也借了钱，但买房子是他自己的事，我们没义务全额承担。李若男平静地说。什么叫没义务？李玉珍的声音陡然提高。你是这个家的儿媳妇，家里有困难，你就应该帮忙。你嫁到我们张家，就是我们张家的人了。李若男震惊地看着婆婆，又转向张浩，希望他能说些什么，但张浩只是低着头，一言不发。妈，买房子是小叔子自己的事，我们可以帮忙，但不可能全包。20万已经是我们的极限了。李若男坚定地说。极限？李玉珍冷笑一声。你一个月工资多少？我听小浩说你一个月至少3、4万，存款肯定有几百万吧？拿出100万怎么了？你就是不把我们张家当自己家。李若男深吸一口气。妈，钱不是问题的关键，关键是这责任不该由我们承担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李玉珍怒视着李若男，难道你不懂孝道吗？你知不知道，在我们老家，儿媳妇就应该孝敬公婆，帮衬兄弟姐妹。李若男看向张浩，希望他能站出来说句话。张浩终于抬起头，却是一脸乞求地看着他。若男看到丈夫的表情，李若男的心彻底冷了下来。我不管你懂不懂孝道，反正这钱你必须出。李玉珍站起身，情绪激动地指着李若男：你嫁给我儿子，就是我们张家的人了。家里有困难，你不出钱，你还有什么用？这句话如同一把尖刀，直刺李若男的心脏。3年来，他对张家可谓仁至义尽，却换来这样的指责。妈，您这话说得太过分了。李若男强忍怒火。我和张浩结婚后，对这个家已经问心无愧了。小叔子的事情不该我来负责。你……李玉珍气得浑身发抖。好啊，你不肯出这个钱是吧？那以后别怪我们对你不客气。李若男冷冷地看着婆婆，又转向一直沉默的张浩。张浩，这就是你的态度吗？你妈这样对我，你一句话都不说。张浩终于抬起头，眼神闪烁。若男，你先答应吧，咱们以后再解决。这句话彻底击碎了李若男最后的期望。她不敢相信，结婚3年的丈夫，在这种时刻竟然选择站在母亲一边，要她出100万给素未谋面的女人买房子。张浩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李若男的声音因愤怒而颤抖。我知道这是挺突然的。张浩小声辩解，但小强是我弟弟，他结婚是大事，那我呢？李若男打断他。我在你心里算什么？一个提款机吗？你这什么话？李玉珍又插了进来。小浩是我儿子，小强是我儿子，你嫁给小浩就该为这个家着想。你这么有钱，出100万怎么了？李若男冷笑一声。妈，我这么有钱，那我们结婚时张家出了多少彩礼？婚礼是谁办的？
房子是谁买的？那是小浩能干，娶媳妇不需要彩礼。李玉珍理直气壮地说：是啊，张浩很能干。李若男讽刺地笑了，能干到我们结婚时，他月薪只有5000，还是我帮他走关系才进了现在的公司，才有了今天的职位。张浩脸色变得难看。若男，你别这样。我怎样了？李若男反问。我对你不够好吗？我对张家不够好吗？现在你妈让我出100万给你弟弟买房，你竟然觉得理所当然。张浩无言以对。李玉珍看儿子不吭声，她依旧理直气壮地喊：反正你们作为哥嫂，必须给弟弟买房子。李若男站起身，居高临下地看着婆婆。妈，您确定要继续这个话题吗？李玉珍被他的气势镇住，但很快又回过神来，气势汹汹。你什么意思？有什么话你就直说。好，那我就直说。李若男冷冷地看着婆婆，又转向张浩。3年前是我招张浩当上门女婿的，而不是他娶我。胡说八道！婆婆气得摔了筷子。我儿子怎么可能是上门女婿？婆婆彻底愣住，不敢相信地看向张浩。小浩，他在胡说什么？你不可能是上门女婿。张浩在母亲的注视下，脸色苍白，最终还是轻轻点了点头。不可能！婆婆尖叫起来。你怎么能做上门女婿？张家的脸都被你丢尽了。妈，别激动。张浩试图安抚母亲，但婆婆已经气得浑身发抖。当年我和张浩结婚，李若男冷静地陈述，张家没出1分钱，没给1分彩礼，房子是我全款买的，婚礼所有费用也是我付的，甚至他看向张浩，他现在的工作也是靠我的关系才进的公司。这……婆婆瞪大了眼睛，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。因为我是独生女，所以我跟张浩说好了，他就是上门女婿，我们的孩子以后姓李，他要给我父母养老。李若男毫不留情地揭穿了真相，这些都是我们结婚前就谈好的条件。婆婆呆坐在椅子上，仿佛一下子老了10岁。她不可置信地看着儿子。小浩，这是真的吗？张浩低着头，不敢看母亲，但还是微微点了点头。你怎么能？婆婆声音哽咽，眼中满是震惊和失望。你怎么能做上门女婿？我们张家的脸。妈，现在都什么年代了？张浩试图解释。上门女婿又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婆婆尖叫起来。我们张家世代没有上门女婿，你要让孩子跟别人姓，你对得起你祖宗吗？张浩避开她的视线。妈，别生气了。张浩试图安抚母亲，事情都过去这么久了，婆婆却不依不饶。你怎么能做出这种事？上门女婿，你让我们张家的脸往哪放？李若男冷眼旁观着这一幕，心中的怒火却越来越盛。他清楚地记得3年前张浩是如何甜言蜜语地说服他，如何信誓旦旦地保证一切。可现在看来，这些都是谎言。够了！李若男终于忍不住打断他们。我现在只想知道，我是被骗了还是怎么回事？若男，你别这么说。张浩想解释。闭嘴！李若男厉声喝止。你妈连你是上门女婿都不知道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你从来没把我们的婚约当回事。不是的，张浩急忙辩解，我只是没找到合适的机会告诉我妈。3年，李若男怒视着他，你有3年的时间，却从来没告诉过你妈。现在你妈要我出100万给你弟弟买房，你竟然还站在他那边。婆婆看着这一幕，脸色变幻，忽然诡异地笑了一下。若男啊，婆婆的语气突然变得温和。妈刚才太激动了，说了些不该说的话，你别往心里去。李若男惊讶地看着婆婆的转变，心中升起一丝警惕。
是啊，若男。张浩也跟着附和。我妈就是这个脾气，说话直，你别介意。李若男冷笑一声，现在知道说好话了。刚才不是还要我出100万吗？那个是吗？婆婆摆摆手，可以商量。主要是小强确实困难，我们做长辈的总要帮帮他。妈，您别再说了。李若男打断他，我不会给小叔子买房，1分钱都不会给。如果您觉得我不孝顺，大可以去找别人当儿媳妇。婆婆的脸色一沉，但很快又挤出笑容。若男啊，你别生气，妈知道你对小浩好，这些年也是你在照顾这个家。李若男不为所动。您现在知道我对这个家好了，刚才不是还说我不懂孝道吗？那是妈一时糊涂。婆婆尴尬地笑着。李若男看着婆婆虚伪的笑容，再看看一旁默不作声的张浩，心中已经完全冷却。婆婆见软的不行，忽然眼中闪过一丝狠厉，冷笑一声：李若男，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，什么意思？李若男皱眉。李玉珍接下来话让李若男如坠冰窟。婆婆站起身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李若男，声音里带着胜券在握的得意。你以为我不知道上门女婿这事？小浩早就告诉我了，这都是我们母子商量好的计策，就是为了你的钱。李若男如遭雷击，瞬间僵在原地。他难以置信地看向张浩，希望能从他脸上看到否认，却只看到了慌乱和羞愧。这是真的，他声音微颤。张浩低着头，不敢与他对视。若男，我可以解释。不需要解释了。李若男打断他，声音冰冷。原来这3年都是一场骗局，你们母子联手设的局。婆婆得意地哼了一声。怎么，现在知道害怕了？你以为你那点条件能难住我儿子？上门女婿怎么了？只要能娶到你这个有钱的女人，装样子又有什么大不了的？妈！张浩惊恐地喊道。你别说了，怕什么？婆婆不以为然。反正都摊牌了，她不是有钱吗？既然嫁给你了，钱就该是我们全家的。小强要结婚，她这个当嫂子的不出钱，谁出？李若男的双手紧握成拳，指甲深深地陷入掌心，却感觉不到疼痛。他直视着张浩，声音颤抖。所以你从来没爱过我，只是为了我的钱？不是的。张浩急忙否认。我是真的爱你。但什么？李若男冷笑。但你也需要利用我只是没办法拒绝我妈。张浩支支吾吾。我是真心爱你的，只是我也没办法抛弃我的家人，所以你选择欺骗我。李若男的声音因愤怒而提高。那些甜言蜜语，那些承诺，都是为了骗我的钱，不全是。张浩急切地解释。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，只是我妈坚持要我这么做。够了！李若男打断他。一个30岁的成年人，还把责任推给母亲。张浩，你真让我恶心。婆婆不满地插嘴。你说什么呢？小浩是我儿子，听我的话有什么问题？你既然嫁给他，就该接受我们全家，接受你们全家骗我的钱。李若男冷笑。我嫁给的是张浩，不是你们全家的提款机。你！婆婆气得脸色铁青。李若男不再理会婆婆，转向张浩。我现在只问你一句，我们的婚姻从一开始就是骗局吗？张浩沉默了片刻，最终低声说。不全是，我是真的爱你，只是我也没办法违背我妈的意愿。这个回答彻底击碎了李若男最后的幻想。他深吸一口气，强忍泪水。好，我明白了。若男。张浩想伸手拉他，却被他躲开。别碰我！李若男厉声喝止。从今天起，我们的婚姻结束了。我要离婚。不行，
婆婆和张浩同时惊呼：“若楠，你冷静点！”张浩慌乱地说：“我们可以好好谈，没什么好谈的。”李若楠冷冷地看着他：“你根本不是娶我，而是为了利用我。这样的婚姻，我一天都不想再继续。你不能离婚！”婆婆尖叫：“你要是敢离婚，我就怎样？”李若楠反问，眼中闪烁着决绝：“威胁我，骗我，你们已经做过了。我现在只想结束这场闹剧。”她转身走向卧室，开始收拾自己的行李。张浩跟了进来，试图阻止她：“若楠，别这样，我们可以重新开始。”重新开始？李若楠冷笑：“你连最基本的诚信都没有，拿什么重新开始？我是真的爱你。”张浩辩解：“爱我？”李若楠嘲讽地看着他：“如果这就是你的爱，那我宁愿你恨我。”3天后，李若楠搬出了与张浩共同的家，住进了酒店。他已经联系了律师，准备办理离婚手续。若楠，你真的要这么绝情吗？张浩站在酒店门口，眼睛红肿。我们3年的感情，什么感情？李若楠冷冷地打断他：“建立在谎言上的感情，你从一开始就是在骗我，现在还有脸提感情？我承认我有错，但我对你的感情是真的。”张浩辩解道：“省省吧。”李若楠不为所动，律师已经准备好了离婚协议，你签字就行。我不会签的。张浩态度坚决：“除非你把房子和存款分给我一半。”李若楠冷笑：“房子是我婚前全款买的，存款也是我的个人财产，你凭什么分？我是你丈夫。”张浩提高了声音：“按照婚姻法，你欺诈我进入婚姻，我有权要求撤销婚姻关系，并不分割财产。”李若楠冷静地反击：“我已经录音保存了你和你妈的对话，足以证明你们的欺诈行为。”张浩脸色大变：“你录音了？”“当然。”李若楠点点头：“我不是傻子，不会让你们继续骗我。”就在这时，酒店大堂传来一阵喧哗。李若楠转头一看，竟是婆婆带着小叔子张强，气势汹汹地冲了进来。“李若楠！”婆婆尖声叫道：“你不准离婚！你要是敢离，我就跟你没完！”李若楠冷眼看着这一幕，转向酒店保安：“麻烦帮我报警，有人来闹事。”“你敢报警？”婆婆瞪大眼睛：“我是你婆婆，前婆婆。”李若楠纠正道：“我和张浩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。”张强走上前，一脸傲慢：“嫂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结婚的事，你连100万都不肯出，现在还要和我哥离婚，关你什么事？”李若楠反问：“你结婚关我什么事？凭什么要我出钱给你买房？你是我嫂子啊！”张强理直气壮：“家里有困难，你不帮忙，谁帮忙？”李若楠冷笑：“我不是你嫂子，也不是你们家的提款机。以后我和张浩离婚了，你们家的事与我无关，你不能离婚。”婆婆歇斯底里的叫喊：“你要是敢离婚，我就到你公司去闹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个不孝的儿媳妇，随便你。”李若楠不为所动：“我相信我的同事和领导会明辨是非。”就在这时，保安带着警察走了过来。婆婆见状，立刻换了一副表情，假装擦泪：“警察同志，这是我儿媳妇，她要抛弃我儿子。”警察打断他：“有什么家务事回家解决，不要在公共场合闹事。”婆婆还想说什么，但警察的态度很坚决，最终她只能悻悻地离开。临走前还不忘放狠话：“李若楠，这事没完。”张浩一脸为难，不知道该跟谁走。李若楠冷冷地看着他：“你可以跟你妈走了，离婚协议明天送到你办公室。”接下来的日子，张家人轮番上阵，各种骚扰李若楠。
婆婆几次跑到李若男公司闹事，张强甚至威胁要曝光李若男的丑事。可是李若男早已将录音和证据交给了律师，并向公司高层说明了情况。公司领导了解真相后，非但没有责怪李若男，反而加强了保安措施，禁止张家人进入公司。1个月后，法院正式判决李若男与张浩离婚，所有财产归李若男所有，张浩1分钱也没分到，这不公平。张浩站在法院门口，脸色铁青，我们毕竟夫妻一场，公平。李若男冷笑，你欺骗我感情，只为了我的钱，还有脸谈公平？张浩语塞，无言以对。若男，律师走过来，低声说，我刚收到消息，张浩的公司已经决定解除与他的合同。李若男点点头，并不感到意外，他曾经帮张浩走关系进入那家公司，如今真相大白，公司自然不会留用一个品行不端的员工。走出法院，阳光明媚，李若男深吸一口气，感觉如释重负。3年的婚姻对他来说就像一场梦，如今终于醒来。1周后，李若男在咖啡厅偶遇了多年未见的大学同学陈明。听说你离婚了？陈明关切地问。李若男点点头，是啊，结束了一段错误的婚姻。那现在还好吗？陈明小心翼翼地问。比以前好多了。李若男微笑，至少不用再为别人的贪婪买单。陈明松了口气，那就好。对了，听说张浩被公司开除了？李若男点点头，他的所作所为已经让公司很难再信任他了。那他弟弟的婚事据说黄了。李若男淡淡地说，张强没钱买房，女方家不同意，最后分手了。陈明摇摇头，真是一出闹剧。确实，李若男微微一笑，不过还好，闹剧终于结束了。后来，李若男偶尔会听到张家的消息，张浩失业后一直找不到好工作，张强因为婚事告吹，整天借酒消愁，婆婆因为2个儿子都没出息，成天以泪洗面，而李若男则专注于自己的事业，生活越来越好。1年后，李若男升任公司副总裁，事业蒸蒸日上。他重新装修了自己的房子，开始了崭新的生活。偶尔回想起那段婚姻，只觉得恍如隔世。有一天，他在商场偶遇了张浩，曾经意气风发的男人，如今憔悴不堪。看到李若男，眼中闪过复杂的情绪。若男，他犹豫着开口。李若男微微点头致意，却没有停下脚步。那段婚姻已经成为过去，他已经向前走了很远，不会再回头。走出商场，阳光洒在李若男身上，他脸上洋溢着自信的光彩。曾经的伤痛已经痊愈，他终于可以毫无负担地拥抱新生活。那些想利用他的人，最终一无所获，而他却因为摆脱了那段虚假的婚姻，获得了真正的自由和幸福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，大家有什么想说的、想吐槽的，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，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，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。